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杨紫官宣了，不是，网友终于可以放心了。最近杨紫终于官宣了新剧《长相思》，还晒出了宣传海报，海报中只有杨紫一人，身着一袭白裙，十分惊艳。其实这部剧除了杨紫，还有3位男主演，但就连长相思的官微发出的海报上，也是只有杨紫一人，可见这是一部妥妥的大 IP 剧了。这部剧改编自桐华的同名小说《长相思》。以往改编剧总是容易因为选角不符合书中形象而遭到原著粉的诟病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在杨紫官宣了主演后，桐华的书粉们非但没有不满，反倒一副欣喜的样子，真是天大的福气。请到杨紫，我真是太高兴了，终于可以放心了。可见杨紫的实力还是公认的。这几年她的作品不断，其中不乏《欢乐颂》、《亲爱的》、《热爱的香蜜沉沉烬如霜》这样的热门作品，她也一步步成为了娱乐圈的顶流小花。但回首杨紫的成名之路，并非一帆风顺。从童星出道开始，颜值就一直遭受质疑，还被宋丹丹老师直言不适合娱乐圈。然而，后来的杨紫能在娱乐圈众多顶级美女中突出重围，可见她的聪慧过人。当然，她背后付出的努力也一定远超我们的想象。很多人都是通过《家有儿女》认识杨紫，但其实这并非是她的第一部戏。在此之前，她已经出演过不少角色，比如《孝庄秘史》里的小宛如，《大宅门》里卖苹果的小女孩，还主演过电影《女生日记》。在杨紫6岁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就发现了她的表演天赋。2025年《还珠格格》正在热播，杨紫特别喜欢，每次看完都会给爸爸妈妈模仿小燕子。那时候很喜欢模仿，喜欢小燕子。察觉了女儿对表演的喜欢，于是杨爸爸便把杨紫送去少年宫学习表演。没有背景，没有钱，也没有资源的杨爸爸，为了给女儿找演戏的机会，只能骑着车带着女儿到处去试镜。经常是好不容易被选上了，可到了现场才知道只是群演之一，连露脸的镜头都没有。一直到了7岁那年，杨紫才总算接到了一部能露脸的戏，她和冯远征老师一起拍了电视剧，还被导演夸奖是演戏的好苗子。后来性子不怕生，招人疼，演戏又有天赋的杨紫又接连拍了不少戏，一直到试镜《家有儿女》前，她已经拍摄了9部作品。据说杨紫试镜时本是要演刘星的一个同学，戏份很少，但导演看完杨紫的表演后十分倾心，当即便决定让她出演夏雪一角。然而中学生夏雪这个角色，对于只有12岁的杨紫来说，还是有一些难度的。剧里的夏雪聪慧早熟，常能说出一些大人都说不出的道理来，可这对杨紫来说，就是生涩难懂的天书。有一次，因为达不到导演的要求而被批评了几句，杨紫吓得躲起来偷偷掉眼泪。这一幕恰巧被宋丹丹撞见，她给了杨紫许多的鼓励，还引导着她进入角色。正是宋丹丹的关心，让杨紫更有勇气去面对挫折，并且越挫越勇。后来《家有儿女》在全国一炮而红，小大人夏雪、小机灵鬼刘星、小可爱夏雨也成了观众心中无法替代的组合。杨紫因此一跃成为了亿万观众的国民闺女。而杨紫、张一山也成为了彼此最珍贵的好友，友情延续至今。后来《家有儿女》又续拍了第2季、第3季。可我们都知道，第3季里杨紫不再出演，夏雪因此换了演员。当时大家都炸开了锅，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甚至有很多传闻说杨紫是被临时替换了角色。在一次采访里，
杨子爸爸坦言了真相，其实是不想耽误女儿的中考，才主动辞演。伍佰那时不知情的杨子还接到了张一山的电话，说马上又可以见面了，因为第3季就要开拍了。两人为此都兴奋极了，可谁知没多久，爸爸告诉他不演了，还是要以学业为重。杨子五雷轰顶，虽然表面答应了下来，可半夜还是躲在被子里痛哭了起来。那时候他并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要这么做。然而杨子的离开或许正是天意。当时《家有儿女3》的主笔编剧带着团队跳槽去了另一个电视台。另外，爷爷的饰演者文星宇也因生病逐渐缺席，没了主创团队，再加上演员的变更，《家有儿女3》没有了原来的味道，收视率逐渐下滑。儿子演的杨子则成为了观众最怀念的角色之一。伍佰考上了高中的杨子还在期待着自己可以重新拍戏，可没想到几乎没有什么戏来找他拍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伴随着青春期的到来，杨子开始发胖，脸上也长满了青春痘。见到这样的杨子，有导演直接告诉他：“你这样拍不了戏。”还带着国民闺女光环的杨子，一度陷入了全国人民认识你，但没人找你拍戏的窘境，这也使得他非常不自信，就连身边的人都在劝他放弃。转眼迎来了高考，为女儿感到担忧的杨爸爸特意给宋丹丹打了一个电话，问她：“您觉得孩子能当演员吗？”直言不讳的宋丹丹当即泼了一盆冷水：“杨子不够漂亮，千万别当演员。”然而杨子并没有因此气馁，越是不被看好，他越是不想放弃。最终他不顾家人的反对，毅然决定考取北京电影学院，继续当一名演员。结果他成功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，还和张一山当了同班同学。2025年，尽管杨子已经成了北影表演系的学生，但依然争取不到什么演出机会。他到处去试戏，可很多人对他形成了固有印象，认为他就只能演诸如女儿、妹妹这样的角色。一直到2025年底，导演孔生找到了杨子，邀请他出演《战长沙》的女主角胡香香。当时才大2的杨子需要将胡香香的少女时代到中年时期的故事都演绎出来，这无疑是一个挑战。那段时间，杨子不断地磨练着演技，为了演好哭戏，经常对着镜子一练就是几个小时。2025年《战长沙》开播，反响空前，豆瓣评分更是高达9.1分。杨子的演技更是得到了业界和观众的一致认可，这也让他终于从童星这个身份毕业了。尽管如此，拍完《战长沙》的杨子还是无人问津，无戏可拍。2025年，孔生导演再次找到杨子，告诉他有一部新戏可以让他出演，那就是《欢乐颂》。当时他最想演的角色已经被内定了，所以只能选择相对来说不那么讨喜的邱莹莹。然而，杨子用实力把邱莹莹一脚演活了，既有天真可爱的一面，也有恋爱脑不讨喜的一面，这也让他在网上再次有了热议度。可惜，杨子还是没有成为所谓的一线演员，对于剧本的选择依然十分被动，甚至多次面临被临时顶替的局面。也是那时开始，杨子渐渐领悟到，作为一个演员，要有演技，更要有商业价值，否则随时都会被替换掉。于是，为了提升自己的流量，杨子开始转型，签约了欢瑞世纪业内有名的流量制造机，接连推出《宫锁心玉》《古剑奇谭》《盗墓笔记》等多部大 IP 作品。杨子也接连出演了《青云志》《龙珠传奇》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等古装偶像剧，尽管激起的水花不大，但也算是转型成功了。2年后，杨子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绝对爆款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，豆瓣7.8分的评分，刷新了近年来古偶剧的评分记录。紧接着又出演了《亲爱的》《热爱的》，同样爆火。和邓伦、
李现这样的男星搭档，一不小心就容易挨骂。可杨紫却不同，因为讨喜的性格、专业的演技，再加上长期积累起来的口碑，使观众更有代入感，反而深获好评。同时，杨紫也被戏称为旺夫体质，和她搭档的男星都火了起来。从那之后，杨紫的戏路越走越宽，戏约不断，还成功跻身2025后流量小花的行列。伍佰对于自己的爆红，杨紫十分清醒。她知道自己是吃了甜宠剧和古偶剧的红利，可快30岁的她不能一直演这样的角色。于是，她再度转型，出演了女心理师《烈火英雄我和我的家乡》，去尝试不同的更复杂的角色，触及一些更有深度的话题。如今的她已经是当之无愧的顶流小花。纵观杨紫的走红之路，真的十分不容易。不同于从小被捧大的童星们，杨紫几乎是在否定声和质疑声中长大的。所有人都告诉她不行，可她偏不认命，偏要证明自己可以。伍佰就像木心所说，我的迷茫和胆怯也一直都在，但我告诉自己，就算是万丈深渊，走下去也是前程万里。在这个竞争过于激烈的娱乐圈里，没有靠山的杨紫不服输，咬着牙坚持，几乎是凭着自己一步一脚印地攀登上去的。然而外表看似傻乎乎，其实她内心十分清醒，知道如何给自己造势借力，知道何时进何时退，每一次转型都很成功。就连金牌经纪人杨天真也说自己最想带的女明星是杨紫。如果明星都像杨紫一样清醒，那么经纪人们就要失业了。最重要的还是杨紫的拼命，她一次次试戏，一次次毛遂自荐，不放弃任何机会，得到机会之后的拼尽全力，让她牢牢抓住了每一个爆红的风口。就连为了演戏暴肥50斤，拍完又减肥暴瘦60斤的任贤齐，也感叹杨紫演戏太拼。伍佰所以说，这样的女孩不该红吗？太应该了。杨紫就像普通女孩最好的榜样，即使面临任何挫折也不被轻易打倒，听到各种声音也不被轻易动摇，保持清醒，保持努力，坚定地走自己的路。